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我在京城打拼多年後，衣錦還鄉。曾經的同學得知我回來後，提出要辦一場聚會，而且聚會的會所還是我開的。不巧的是，去會所的路上，司機低血糖，只能由我開車。我扶着司機下車時，又被老同學看到了，他們便以為司機是老闆，而我是司機，開始了對我的冷嘲熱諷。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在京城打拼7年，曾經的女同學蘇青雨，如今蘇城主管經濟的副市，邀請我回來投資。當初我去京城讀書時，市政是資助過我的，我是要報恩的。而且我對蘇青雨有點意思，得知她沒結婚後，也想增進感情。後來老同學都知道我回來了，便請我去參加同學聚會。我尋思着苟富貴勿相忘，便想帶着老同學賺錢，這便同意了。而且他們約聚會的會所是我名下的。到了聚會這一天，去往會所的路上，我司機卻是忽然低血糖，只能由我開車。我開車到了會所門口，司機卻依舊虛弱，於是我便扶着他下車，一邊開着玩笑：“老闆，我伺候的到位不？”司機跟了我很多年，很自然的玩笑道：“小許，你幹得不錯，回頭我給你漲工資。”然後我就把他交給保安了。許流年，你在京城混了7、8年，怎麼還是個司機啊？一個男人的聲音響起，我看過去，才發現附近有一群人，其中很多人我都能認得出來，是我的老同學。而說話的這個是在高中時就和我不對付的，叫顧言。大夥都到了，我笑着招招手，走過去說：“剛才那個是我司機，他低血糖了，就換我開車了。你司機？”美艷少婦模樣的柳如煙嗤笑一聲。我說：“許流年，你吹牛也不打草稿，你穿了個破夾克衫，你司機穿阿瑪尼的高定西裝。當初我和他談過幾個月，但他後來被顧言砸錢給搶走了。再後來，他被顧言玩膩了甩了，又回來找我，可我也沒正眼看過他。他不敢得罪顧言，卻遷怒我，處處針對我。這都過去7年了，他還是如此。”我有些無奈地解釋：“他真是我司機，而且咱們要聚會的會所也是我的。”這話一出，眾人先愣住了，隨後在顧言的帶領下都笑了起來。我說：“許流年，你這7、8年時間在京城就學會個吹牛逼。”顧言大笑着說：“這九鼎會所是蘇城最有牌面的地方，入場需要驗資，1個億的身家是門檻之一，另外還要有社會地位，這也是你能吹的。”柳如煙笑着說：“以前許流年多高傲，仗着學校好，對誰都冷冰冰的，現在也學會吹牛逼了，京城沒白混啊！”我是真無語了，心想怎麼說個實話就會被當吹牛呢？如果我不學無術也就罷了，可我當初可是考上了清華，混得再不好也不至於給人當司機吧？我也不解釋了，因為我也看明白了，這些人都是跟着顧言混的，而顧言跟我不對付，他們自然會踩我了。我看向了曾經和我關係不錯的學委說：“林雪，這些年過得怎麼樣？當初我們一個學習小組，他成績就是被我帶起來的。”林雪卻輕蔑地看了我一眼說：“我過得怎麼樣，跟你有什麼關係？一個司機也來跟我套近乎。這許流年可真夠不要臉的，當初被柳如煙甩了，就纏着林雪，現在混成一個司機，卻還想打林雪主意。許流年，我勸你別纏着林雪了，她現在可是顧言公司的財務總監。你知道什麼是財務總監嗎？”
顧言知道你回來了，想帶你來九鼎會所見見世面。你這一來就吹牛逼，可真沒意思。你還是滾吧，許流年。這些老同學就像是我得罪過他們一樣，恨不得把我罵死。可問題是，我從來就沒高傲過，跟同學關係也都不錯。這裡面有幾個人，我還都幫過他們。而我同意參加同學聚會，又是享苟富貴勿相忘，想拉他們一起賺錢。可我換來什麼了？謾罵與侮辱。要說這九鼎會所是顧言的，我們還能信，畢竟顧言家馬上就是蘇城首富了。可你，許流年，你爸媽就是普通工人，你有什麼？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的兒子會打洞，你就是老鼠的兒子。柳如煙嗤笑，我皺眉，單純說我幾句也就算了，捎帶手把我爸媽都罵了。他是人了，所以你是鸡生的，否則當年怎麼顧言甩了你1000塊錢，你就跟他了？我反問。柳如煙臉色變了，咬牙切齒道：你別亂說，小心我告你。那就去告我吧。我嘆了一口氣，看了眼曾經的同學們，苦笑道：行了，既然你們不歡迎我，那我就走了，以後也別聯繫了。說罷，我便打算離開。可這個時候，一個叫王峰的衝過來了，將我攔住了。許流年，我嚴哥可沒說你能走，你就不能走。王峰指着我鼻子說。我無奈道：我來了就罵我，現在走又不行，你們想怎麼樣？顧言擺擺手一笑：許流年，你別小肚雞腸，我們就是開個玩笑，請你過來，當然是要聯絡感情了。柳如煙嗤笑一聲說：嚴哥，你就實話跟他說了唄。顧言淡淡一笑，然後很傲然地看着我說：當初你和蘇青雨關係不錯，聽說還差點走到一起，對吧？沒錯，我點點頭。當初我和蘇青雨的關係，其實就差去開個房了。那時候我們牽過手，也親過嘴，但我們都想考個好大學，所以都壓抑着感情。讀大學後，我便開始創業，他也為了仕途而努力，我們聯繫就少了。一轉眼，我是京城科技圈的新貴，而他也已經是蘇城的主管經濟的副使了。但我們都沒結婚，我始終抱有幻想，我們是在等彼此，所以我回來了。顧言拍了拍我肩膀說：當初你和柳如煙在一起，我1000塊就搶到手了。後來你喜歡蘇青雨，你們也沒個結果。而我和蘇青雨關係很好，也許你很快就能喝到我們喜酒了。而我不讓你走，是因為他今天也會來，我要讓你親眼看着，我再把你喜歡的搶走。什麼？蘇青雨要和顧言結婚了？我承認，我真的酸了。許流年，我從初中就認識你，那時候我學習也很好，可卻怎麼都超不過你。然後我就去打籃球了，想着你總不能連籃球都比我厲害吧？可你平時都不怎麼玩籃球的人，竟然也能贏我。就連柳如煙這個賤人，他的第一次都給你了，我搶了他，氣了你，可還是覺得晦氣。但你處處壓着我，又能怎麼樣？你爸媽就是普通工人，而我家馬上就是蘇城首富了，有錢人和你這種窮鬼是兩個世界。你心心念念的蘇青雨，我也有把握追到手。顧言指着我說了很多，我才知道他這是把我當心魔了。可問題是，我都沒把他當回事，而且這世界上哪有不努力就能變強的道理？我學習好，是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。我籃球打得好，是因為我學習累了，就會在小區公園打籃球鍛鍊身體。至於柳如煙主動追我，那是因為她顏狗，而我可比顧言好看多了。但我什麼都沒說，也不打算走了。我倒是要看看這蘇青雨是不是眼睛瞎了，怎麼會選顧言呢？
顧言本還想繼續找我麻煩，可見我忽然不肯生了，他也就沒繼續說了。柳如煙卻是問：嚴哥，你為什麼說你家即將是蘇城首富了？據我所知，現在蘇城的首富是李家吧？提到這個話題，所有人都很感興趣了。顧言立刻得意起來：沒錯，現在蘇城首富還是李家，但是不久後我們顧家就是首富了，因為蘇城會有一個大工程，是總值超過1000億的大工程，這個工程又是蘇清雨牽頭主導的，以我和他的關係，一定能拿到很多項目來做，並且我有把握讓李家沒生意做。這樣一來，此消彼長，顧家當然就要代替李家成為蘇城首富了。顧言一邊吹噓，時不時還看看我，他可真是無時無刻都想踩我一腳。而我在想的是，他說的超過1000億的大工程，不會是我要投資的吧？好像還真是，因為除了我，誰又會來蘇城投資呢？王峰不懷好意地說：我說嚴哥，你看許流年好歹也是咱們同學，學歷也高，你都快是首富了，也給他安排個工作吧。林雪嗤笑一聲說：學歷高有什麼用？不還是當司機？不過工作嘛，我都能做主。公司缺保安和保潔，許流年你選一個吧。柳如煙说：許流年，你可別以為保安和保潔檔次低，顧言公司的保安和保潔也有5、6千工資，而且你是老同學，可以給你交5險1金。顧言連連點頭說：許流年，你考慮一下吧，我不會虧待你，如果你幹得好，我可以讓你做保安副隊長，給個隊長不行嗎？王峰捧哏一樣的問。顧言大笑着說：那不行，給我家養狗的老林，他兒子現在是保安隊長。許流年雖然是老同學，但怎麼能跟我家養狗的比？別說跟你家養狗的比了，他跟你家狗都比不了。柳如煙大笑起來。不得不承認的是，這些人损人是有一套的，而且我也算看明白了，他們應該是提前排練過了。不過無所謂了，猛虎從來不會因為被螞蟻咬了而低頭，而是會在漫不經心時踩死螞蟻。在我眼裡，他們就是螞蟻，但我還是比較在意蘇清雨，他真的和顧言好了嗎？這次回來，我和蘇清雨私下見過幾次，有一次喝了點小酒，我送她回家時，在車上情難自禁，還親了她。當時她推開我了，可臨走時她又主動親了我一下。我能看出來，她眼中是有我的。不想了，越想越難受。顧言見我始終不吭聲，便又吹噓起來。對了，蘇清雨跟我說，他會帶京城的葉少過來，這個葉少也是大工程的投資者之一，到時候你們都給我像點樣子，馬屁給葉少拍舒服了，少不了你們好處。嚴哥你都發話了，我們肯定好好表現。王峰似笑非笑地看了柳如煙一眼說，而且如煙這美艷少婦，到時候給葉少來個美人計也不是不行。柳如煙也不嫌丟人，竟然說只要能幫到嚴哥，我願意。顧言很滿意的點點頭。我是真想告訴他們，那個什麼葉少其實是我的小跟班，在京城的公司也是有京城世家股份的，其中的葉家就把小兒子放在我身邊學習，所以葉少名義上是我助理，而他和蘇清雨會一起來，是因為在幫我對接投資上的事情。顧言拍了我一下說，對了，許流年，你也在京城混過，聽說過葉少吧？我點點頭說，聽說過。京城世家，你一個司機還知道京城世家？王峰嗤笑，我沒忍住，直截了當地說，其實你們說的葉少是我助理，而且你們說的1000億大工程，我是投資者，
因為我是真不喜歡扮豬吃虎那一套，也行趕快結束這被侮辱打壓的情節。然後他們沉默了，他們笑了。王峰豎起大拇指說：“還得是你啊，許流年，吹牛逼的本事可真大。”清華吹牛逼系高材生柳如煙冷笑，林雪滿臉譏諷地說：“當初在學習小組，還經常想指導我，結果呢？考上清華咋了？混得不如我，而且還愛吹牛逼。”顧言都笑得合不攏嘴了，拍着我肩膀說：“許流年，以後你也別當保安了，你就跟在我身邊，我無聊的時候你就吹個牛逼逗我笑算了。”果然，我說什麼都沒有人信，他們堅信普通工人家的孩子是沒有出頭之日的。人心中的成見果然是一座大山。而這時候，一輛紅旗轎車開了過來，車門打開，是穿着黑色鉛筆褲搭配白襯衫，將長髮盤起的蘇青雨。她美麗卻也幹練，並且透着上位者的威壓。另一個男人穿着黑西裝，神情嚴肅。蘇青雨和葉少來了，顧言立刻就走了過去。青雨、葉少，你們來了。顧言小跑着過去，躬身的姿態屬實是有點卑躬屈膝了。蘇青雨沒有言語，而是向我看了過來，嘴角帶着笑意，眉宇間我看到了他對我的愛意。看來顧言是誤會什麼了，蘇青雨根本不會看上他。顧言認為葉少更值得巴結，便陪着笑臉說：“葉少，您能賞光來吃個便飯，可真是我的榮幸。”他伸出手想要跟葉少握手，葉少皺眉說：“我有潔癖，不握手，是我唐突了。”顧言也不覺得沒面子，而是招招手說：“都過來，跟葉少打個招呼，讓葉少看到咱們的誠意。”柳如煙他們立刻就走了過去，而且這一看就是排練過的，按照大小個排列，跟 WiFi 信號似的。葉少好，他們齊齊躬身向葉少鞠躬。葉少皺着眉，看上去是有些生氣了。顧言就納悶了，心說我們都這麼有誠意了，怎麼還生氣了？然後他就看到我了，見我正靠着車抽煙，他就以為葉少生氣，是我沒去鞠躬。許流年，你給我滾過來！顧言厉聲道。所有人都在向葉少表示誠意，你竟然坐在那抽煙，你想死嗎？王峰走到我面前，指着我說：“你沒看到嗎？就因為你沒過來鞠躬，葉少都不開心了。他開不開心，關我屁事。再說了，我都說了，他是我助理。你見過老闆給助理鞠躬的？”我無語了。蘇青雨想說什麼，被我目光制止了。你踏馬瘋了？當着葉少的面，你說這種話，你是故意壞我好事。顧言怒道，然後他就對葉少說：“葉少，這個許流年就是個傻逼，在京城混了7、8年，卻還是個司機。今天就是故意來找我麻煩的，您可不要往心裡去。我這就讓他來給您跪着道歉。”顧言說完，便走到我面前說：“許流年，我最後給你個機會，跪在葉少面前道歉。如果我說不呢？”我問。顧言咬着牙說：“許流年，你信不信，在蘇城只要我一句話，就能讓你全家都消失？”林雪怒道：“許流年，你就是老鼠屎！你是想害死我們所有人嗎？”我最後再說一遍，他是我助理，而我就是這會所老闆，也是千億工程的投資者。我嘆了一口氣，還吹？我打死你！顧言衝過來，就要對我動手了。蘇青雨忽然出現在我面前，把我護在身後，冷冷地說：“我看誰敢在我面前動許流年。青雨，你幫他，不幫我。”顧言滿臉不可置信。蘇青雨蹙着好看的黛眉說：“顧言，你是不是誤會什麼了？我約你見過幾次面，
談的都是城市建設的事情，你該不是以為我對你有意思吧？顧言臉色鐵青，卻還是堅持說，就算你對我沒意思，可許流年就是個小司機，而我是對蘇城有幫助的商人，你也應該站在我這面。可許流年是我愛了好多年卻愛而不得的男人。蘇青雨說着，便回過身，踮起腳尖，便親了我一下。你們，顧言怒不可遏，可他也不敢把蘇青雨怎麼樣。不管怎麼說，現在許流年讓葉少不高興了，這對蘇城的投資是有危害的，他必須跪下給葉少道歉。顧言怒道。我用力親了蘇青雨一下，心中的大石頭總算是落地了。葉大少，我給你磕一個。我問道。葉少臉色一變，不再嚴肅，而是嬉皮笑臉地說，小年哥，您這話說的，要是被我爸聽到了，肯定大嘴巴抽我了。不是，葉少，你給他叫哥？顧言傻眼了，連忙說，葉少，您是不是認錯人了？這個許流年就是我高中同學，一個讀書讀傻了的廢物而已。葉少，您真認錯人了吧？柳如煙蹭了過去說，那個許流年就是個窮屌絲，他爸媽就是普通工人，他怎麼配合您認識？葉少很嫌棄，給柳如煙推走了，然後又取出使勁用力擦手，一邊罵，我都說我有潔癖了，什麼髒東西都敢靠過來。顧言見狀，連忙瞪了柳如煙一眼說，還不給葉少道歉？柳如煙直接就跪在葉少面前了。葉少，我知道錯了，你不要生氣嘛。林雪也湊了過去說，葉少，你嫌柳如煙髒，我乾淨呀，我都沒處過對象，您要是對我有意思的話，我願意把最乾淨的自己給您呢。葉少一臉惡寒地說，但你醜啊！啊！林雪臉色煞白，羞愧得不行。我和蘇青雨沒忍住，直接笑出來了。王峰連忙說，葉少，只要您說出個樣子來，在蘇城我都能給您找到，什麼類型的都有，只要您開口就行。我要你媽！葉少生氣了。王峰沒猶豫，只要葉少不嫌棄，我現在就讓我爸媽離婚。葉少很想掐自己人中，他是真沒想到這些人這麼沒節操。他指着我說，你們看好了，他許流年，京城盛安科技的老總，而我是他的助理，聽懂了嗎？啊，不是葉少，您確定您沒開玩笑？我剛剛看到許流年給別人做司機，他老闆還說給他漲工資呢。顧言連忙說。葉少咬牙切齒地說，那個司機有低血糖，他跟了小年哥好多年了，早就是兄弟一樣的存在了，所以會開玩笑。難道許流年真是那千億工程的投資者？顧言滿臉不可置信，也有點心如死灰了。死一半了，就等葉少確定，就全死了。葉少鄭重其事地點點頭說，你們剛剛謾罵侮辱的人，就是你們要求着分項目的人。這話一出，顧言他們都傻眼了，而自稱有潔癖的葉少走動我面前，趕緊蹲下去，用袖子給我把皮鞋上的灰擦掉了，這才舒服地吐出一口氣。他倒不是討好我，而是真的潔癖嚴重，可在顧言他們看來，這就是在給我提高逼格了。但說實話，我還真不在意這些。顧言搓了搓手，訕笑着走了過來說，流年你看，其實我們剛剛就是和你開玩笑，真沒有別的意思，你可別往心裡去啊。王峰也連忙說，是啊，流年，咱們都是老同學了，你不會連個玩笑都不能開吧？林雪湊過來說，流年，其實我是被顧言逼的，我對你一直心存感激，如果不是當時你給我補習，我都考不上那麼好的成績。但我生活在蘇城，顧言逼我侮辱你，我真沒辦法啊！你媽的林雪，
你說的是人話，你到處說許流年喜歡你，到處罵他是屌絲，這跟我有什麼關係？顧言氣得大罵，得，狗咬狗了。我也懶得理他們，因為我和蘇青雨也算有結果了，心情好。就在我打算進去會所時，又有2輛車開了過來，2個中年人下了車，都向我走了過來。其中一個正是顧言的父親，他對我伸出手道：“許總，我聽說您要來會所，這就立刻過來了，想再談談項目的事情。沒什麼可談的了，你兒子把項目談崩了。”我笑着說：“其實我回來的時候就已經約見蘇城幾個商界的大佬了，畢竟是千億投資，我不能都掏自己腰包。而且我和顧言的父親談的也算不錯，幾乎已經確定了一部分項目了。但是被顧言這麼一折騰，那就什麼都沒有了。”顧府愣了一下，看向自己兒子道：“你都幹啥了，爸？”我不知道許流年就是投資者，所以我說了點不中聽的話。顧言都快哭出來了。葉少冷着臉說：“顧先生，您家公子說許總就是個廢物，既然如此，你們顧家還是別跟廢物合作了。”什麼？顧父捂着胸口，直接昏厥過去了。顧言也慌了，立刻送老父親去医院了。而另一個中年人就是李家人，他忍不住笑了。幸虧我兒子不坑爹。李總，咱們裡面談吧。我笑着說。接着，我那些所謂的老同學就沒資格進會所了。我們在會所談了一下午，送走他們後，我又問蘇青雨有沒有時間。他看了行程表，一臉歉意，說晚上有個會議。我當然不樂意，直接送他去開會，然後就在辦公室等他。會議結束後，我就送他回家。當年我們想做卻沒做的事情，總算是做了。而且我和蘇青雨都不知道，他媽竟然來他家了。隔天我們醒來，在廚房親吻時，他老媽咳了幾聲。我這準岳母有些埋怨地看了我一眼，說：“小許啊，我們家青雨心裡面一直都有你，可你這麼多年都沒表示過，現在總算有結果了，是不是也該張羅婚事了？”我當然想結婚了，蘇青雨也想，可問題是，我和他的身份以及我們現在做的事情，別說結婚了，就算是談戀愛都是不被允許的。他是主管經濟的，我是投資者，要避嫌，沒辦法，我們只能地下戀情了，同時張羅着生意上的事情。這期間顧言他們找了我很多次，我都沒理會。而且我縱橫商界多年，肯定不是善男信女。顧言這麼回我，那我還能不收拾他？其實也不用我做什麼。李家知道我的態度後，率先開始狙擊顧家的生意，其他人很快就參與其中了。林雪為了不被連累，上交了一份秘密賬本，徹底將顧家送上斷頭台了。至於王峰和柳如煙，是我都懶得去對付的人，可我不對付他們，其實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。圈內人都知道他們把我得罪了，就沒有人會用他們。那王峰就算去送外賣，也是1天就被開除了。而柳如烟去酒吧上班，也被掃黃进去了。生意場上，很多時候都要有仇必報，否則別人會以為我是軟柿子的。用了1年的時間，我將工程的攤子都鋪好了，剩下的我就都交給葉少做了。而我也辭去集團的一切職務，將股份轉到我爸媽名下，然後為了蘇青雨，我去做了老師，這樣我們結婚就沒問題了。婚禮也很簡單，畢竟蘇青雨的身份擺在這裡。後來又發生了一些事情，是顧言家出事後，他爸將大多數罪責都背在身上了，所以顧言只判了1年。他出獄之後，便各種收集黑料，在網絡上诋毀我和蘇青雨，大概就是
將我從前的身份發出去，再將我在蘇城投資的項目發出去，然後又將蘇青雨曝光，最後他把我和蘇青雨的結婚照發在了網上。他什麼都不用多說，網友就開始猜了，說我和蘇青雨勾結，賺了多少錢之類的。當然了，這幕後肯定也有水軍，這件事情鬧得還挺大，上面都關注了。可問題是我在蘇城的投資的確是盤活了蘇城的經濟，解決了巨大的就業崗位，上面當然是想保護我們，但是網絡上聲音太大了，又不得不查，我只能出面開了個直播專場，將前因後果都公布於眾。最後我對所有人說，我們已經很克制自己的感情了，所以在工程期间我们還是單身狀態。後來不需要我再親自操刀了，我就辭去了一切職位退休了。為了能夠匹配我妻子的身份，我現在是大學計算機系的教授。我認為我已經做到最好了。這次直播直接風評反轉了，我成了痴情男主了。為了愛情放棄那麼大的集團，也真沒幾個人能做得到。而且蘇青雨也活了，畢竟她這麼年輕，又這麼美，還身居高位，這 buff 都疊滿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出身也很普通，是靠着成績成為選調生，然後才有了如今的成就的。後來顧妍被抓了，那些水軍也被抓了。我去監獄看過顧妍一次，她坐在那裡就如行屍走肉一樣，看到我的時候才有了點神采。為什麼許流年？我也努力過，不對，我是一直都很努力，可為什麼就沒有你學習好？就連打籃球你都比我好。顧妍衝着我大吼起來，我嘆了一口氣，坐在他對面說，你的努力是什麼樣子？每天用幾個小時去學習，然後談戀愛上網，對嗎？顧妍愣住了。我的努力你見過嗎？我在學校刷題，回家也刷題，沒題可刷了，我會去自學，比如編程。再閒下來一點，我就會看書，看很多書，然後我就把它交給保安了。後看你努力了，我也在努力，而且比你更努力，只是你沒看到而已。我搖搖頭說，顧妍，說到底，你不是因為學習沒我好而憤怒，你是覺得我這種窮人就不該比你優秀而憤怒。否則的話，你不找我麻煩，而是我跟我做朋友，那你說你現在會是什麼樣子？顧妍說不出話了。你現在會是個成功的商人，我們會是朋友。那個1000億的工程，你至少能分一杯羹。我站起身道，腳下的路都是自己走的，你有今天，怪不得別人。再後來，隨着蘇青雨的高升，我也去了其他城市繼續做教授。我教書育人，他為國為民。看上去我們像是聚少離多，但只要我們在一起，就會珍惜每一秒鐘。後來她懷孕了，才有了休息的時間。不過她很快就投入工作了，而我也願意做個超級奶爸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